一个只会唱山歌的农家女子，凭什么让整个岭南道门不敢惹她？她不会画符，不会念咒，不会设坛，连鸡都不敢杀，但她一曲山歌能让翻脸的夫妻和好，让动手的路人放下拳头。更炸裂的是，当地一个修偏门的法师带着法器上门找茬，他没躲没骂，只坐在门前对着月亮唱了3天。第4天，那法师跪在他门口，哭着求他收自己当徒弟。他离世后，岭南10几路民间法教无不供奉他的神像，他就是三昧法的祖师刘三昧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就搞懂3件事：第一，他怎么悟出以情化愿的真谛；第二，他凭什么让邪法师跪下拜师；第三，这套解怨的智慧，普通人怎么用在感情和家庭里？先声明，本视频只讲传统文化和民间法脉常识，不搞封建迷信，不吹功效，相信科学。规矩讲清楚，下面上硬菜，别走神儿。你以为刘三昧天生就会化解恩怨？他最先化解的是自己身上的怨。刘三昧出身广西贫苦农家，天生一副好嗓子。他心善，常唱歌安慰村里受气的媳妇儿，劝解吵架的邻居。这村里人不但不感激，反说她是妖女，说她的歌声会勾魂。那年大旱，颗粒无收，族长说是刘三昧的歌声触怒了山神，要把她赶出村子。村民们或盲从附和，或沉默自保。刘三昧被推出村口，身上只有一件破衣裳，连双鞋都没有。他走了3天3夜，饿晕在大树下。恍惚中，一个声音问：“你恨他们吗？”他说：“恨。”那声音又问：“你恨了能怎样？”他愣住了。恨不能让他吃饱，不能让他回去，只会让他死得更快。那一刻他明白了，怨气是世上最没用的东西，伤不了别人，只会困死自己。他撑着爬起来，对着空山唱了一首歌，歌声里没有恨，只有对活着的感激。山谷忽然起了风，吹来几颗野果，他捡起来吃了，从此再也不怨了。这就是三昧法的第一层根，空心。就像倒掉杯里的脏水才能装新茶，你心里空出来一块地方才能装得下别的东西。他怎么在山里悟道的？整整3年。头1年他学会的不是法术，是放下，心里放下恨意，才有力气找野果充饥。第2年他开始跟山里的鸟兽相处，只要他静心唱歌，野兔不跑，鱼浮上来听。不是他有神通，是他心里没了杂念，歌声干净了，被万物感知。动物感知到他没有恶意，自然不害怕。这就是第2层根，静心。心不静，念什么都不灵。心静了，风都听你的。第3年，有人上山采药，认出他，跪下来求他帮忙。他说自己不会法术，架不住对方苦求，试着把心里的静气用歌声传出去。唱完，对方多年的心病就好了。他这才明白，真正的法术不是凭空变出来的，是你先把自己修好，别人靠近你自然就舒服。这就是他悟出来的三昧法的根。他怎么从弃女变成万人敬仰的祖师？刘三妹在山里住了下来，以采药唱歌为生，来找她的人越来越多。第一对夫妻，丈夫酗酒打人，妻子不肯过了，说什么都要分开。他没劝没骂，只唱了一首歌，唱的是他们年轻时月光下对歌定情的事。丈夫听着听着突然哭了，跪下给妻子磕头。从那以后他戒了酒。你看三昧法用的不是符咒，是人心里本来就有的温情和良知。他立下铁律：第一，不拆散任何一对夫妻；第二，不助长贪心；第三，收米不收钱，收孝不收怨。他说，法是用来解结的，不是用来结仇的。那一年，当地来了个专门收钱拆散姻缘的法师，江湖人称断缘师。他听说刘三妹靠唱歌就能让人和好，嗤之以鼻，带着一帮人来找茬。断缘师指着他鼻子骂：“你一个弱女子，也配谈和合？有本事跟我斗法！”刘三妹没理他，只倒了一碗清水放在面前，然后开口唱了一首歌，不是咒语，就是普通山歌，唱的是男女相恋、夫妻相守的日常。断缘师一开始满脸不屑，听着听着脸色变了，他心里那些年积攒的恨、嫉妒、不甘全被歌声勾了出来。刘三妹一连唱了3天，不骂人，不动手，甚至不看他。第4天一早，断缘师突然跪下，把自己的邪法书、符咒全扔进火堆。他哭着说：“我拆散了那么多对夫妻，从没人教过我，原来让人和好比拆散痛快100倍。”刘三妹扶起他说：“你不是输给我，是输给你自己心里那点还没灭的善念。从今往后，你想学就留下。”断缘师当场磕头拜师，后来成了三昧法最忠实的护法。这就是三昧法最厉害的地方，不压人，不斗狠，
他不强行改变你，只让你自己看清内心的良知与执念。刘三妹晚年回到当年被赶走的村子，新族长带着全村人跪在村口请他原谅。他没有说原谅，也没有说不原谅，只说我给你们唱首歌吧。那天晚上，歌声里有山有水，有他们祖祖辈辈流过的汗，掉过的泪。第二天，他悄悄离开，再也没回来。村里人在他唱歌的大树下立了一块碑，上面只写了3个字：三昧法。没有人封他，没有人教他法术，他用一辈子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庙。不怨过往，不贪功利，只用温柔与善意对待世间所有纠葛。那三昧法到底有什么硬核之处？3样：第一，和水，一碗清水，念几句口诀，让反目的夫妻喝下。不是水灵，是念口诀的人心要正，你真心为他们好，这份善意就会顺着水。水本身没力量，是持水人心里的善念，赋予了他安抚人心的力量。第二，解冤咒，不是镇压，是让你把憋着的气儿说出来。规矩，先让双方各自对着空碗骂3句最想骂对方的话，骂完了恨就不堵了，再让双方说出对方曾经的好，恩说出来了，怨就散了。这才是三昧法的精髓，不是替你打坏人，是让你放下自己的刀。第三，三昧护身符，不是防鬼，是防自己。符上画着一个女子跪在地上，双手合十，意思是你最难的时候不是求神拜佛，是求自己别走错路。你护住了自己的心，才不会把自己的人生烧光。我给你讲个真事儿，前几年有个姑娘失恋后想挽回前男友，在网上花几千块买了和符，照着画念咒，结果人瘦了1圈，整天心不在焉，连领导都找他谈话，说再这样就别干了。他找到我，一见面就哭，我没给他画符，只让他做一件事，把自己在这段感情里的错一条一条写下来。他写到第3天哭了，写到第7天才肯承认自己也有问题。3个月后，他气色全变了，同事都说他像换了个人。他问我还能不能学三昧法，我说你已经学到最难的了，先渡己再渡人。这么多年，我带过不少徒弟，每个人进门都想让他回来。我从不先教符咒，只让他们先写自己的错，无一例外，写完那天他们脸上的气色都不一样。后来他们中不少人也能帮别人解开心结了。那普通人能从三昧法里学到什么？第一，先化解自己心里的怨怼，放下不是原谅他，是放过自己。第二，别学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和合术，真正管用的是你自己的善念和清醒。第三，三昧法历代铁律，心术不正者不传，心浮气躁者不传。不是刻意刁难，是你连自己的心都管不住。再学任何方法都只会用来满足私欲，伤害他人。最后我把话撂在这儿，刘三妹能从弃女变成祖师，不是因为她法力高，是因为她先放下了自己心里的刀。你不是没有出路，是你还攥着那把刀不肯松手。觉得我说的实在，点个赞。有缘刷到这条视频，说明你与三昧法有缘分。想学真东西，不用急着找我，先把自己的心清干净。有缘自会有人带你走正路。